我与妻子为家里当牛做马10几年，只为多挣些钱供养弟弟妹妹上大学。到最后，妻子因为劳累过度一病不起，我找他们借钱住院，他们却都嫌弃我这个穷大哥没本事，借了以后也还不起，最后耽误了治疗，让妻子还不到50岁就撒手人寰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小静，我看清眼前之人后，眼眶突然一红，泪水在眼眶中开始打转。咋的了，当家的？是不是婆婆又说什么难听的了？小静，我好想你，没想到濒死之前还能再见到你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本事，没能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。呸呸呸，什么死不死的，说什么胡话呢？耽误了上工，等会儿婆婆可又要开骂了。上工？快起床，我已经做好早饭了，吃过饭就得上工了。看着妻子的样子，我有些回不过神，难道是在做梦吗？我用力掐了一下大腿，好疼。都啥时候了，还在屋里躲懒？刚刚成家就不准备干活了是吧？门口传来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是已经过世近10年的母亲。我这是做梦，还是网上那些年轻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重生呢？做个早饭放这么多油，这家里以后还过不过了？这么败家，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看上你的。妈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看来不是在做梦，我是真的重生了。小静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你跟着我当牛做马，吃苦受累了。爸，小静这才嫁过来没2天，你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，实在看不惯我们，不如把家分了，我们出去单过。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，说你媳妇几句你还不乐意了，哪家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别家是别家，我们家是我们家，你老拿别人家来比较什么？城里结婚还弄个什么3转1响，也没见我们家有。大队长家娶儿媳还给亲家送去了50斤粮食，我也没见你给我老丈人家送。我们家跟人家怎么比？城里人家是工人，家里有收入来源，大队长家有工分补贴，当然有多余的粮食。你都知道不能比，那你还天天欺负小静，人家嫁过来是跟我好好过日子的，不是过来让你欺负的。反正你也看不惯我们，今天放工就让大队长过来主持一下，把家分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们自己的工分。我也不管爸妈是什么想法，反正今天这家必须分。当初我和妻子当牛做马，为家里挣了10几年，供养弟弟妹妹上学，到最后妻子生病急需用钱，我找他们开口借钱，他们都嫌弃我这个穷大哥没本事，借了以后也还不起，最后导致妻子还不到50就撒手人寰。如果不是当牛做马为那几个白眼狼挣学费，妻子怎么可能身体亏空的那么厉害？母亲还经常给妻子洗脑，说以后弟弟妹妹读完大学有了工作，我们也能跟着享福。从没想到白眼倒是受了不少，这一世说什么我也不会再给家里当牛做马，供养几个白眼狼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成家，没想到娶了一个搅家精回来，以后这日子可怎么活呀？母亲顿时就发动了自己哭闹技能，我看都不看一眼，拉着妻子就往外走。当家的，这会不会不太好？一会儿就好了，咱们别理他，今天说什么都得把这个家分了，不然以后你我的苦日子还在后头。妻子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想到我为了她居然要和家里分家，心里不禁暖洋洋的。上一世母亲不顾我的安危，执意让我去煤矿挖煤挣钱，供弟弟妹妹上学。有一次遇到坍塌，我被埋在矿井里面好几天。母亲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不是问多久能把人救出来，而是问矿场能赔多少补贴。就连小静要跟着去矿场，她都死活不让去，就怕小静知道了矿场赔了多少钱，要跟家里闹。想起这些，我都想直接跟家里断绝关系。爸2句嘴就分家，别人会不会说我是个搅家精？他们说他们的，咱们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那好吧，我都听你的。转眼到了晚上，刚从地里忙完，我就将大队长李德全请到了家里，让他帮忙主持分家。小易啊，你这刚成家，磕磕绊绊很正常，没必要非得分开过。以后有了孩子，老人也能帮忙照看，不是？大队长，我们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，就是想分开单过，住在一起始终有些麻烦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既然你非要分家，那赵大海，你是什么意见？树大分叉，儿大分家。既然他们小两口要分，那就分吧。父亲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板着脸回应2句，就不再多说什么。行啊，那赵毅，你们小两口就搬去你爷爷留下的老屋中，锅碗瓢盆也分些带过去吧，不然做饭也是个麻烦事。不用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抱床被子过去就行，以后我只负责我爸妈每个月5斤粮食的养老。大队长一下就听出来我是什么意思。如今我还有2个弟弟1个妹妹在上学，3个人的学习费用可不低，村里又没什么副业收入，我这趁早划清界限，明显是不想吃亏。李大局，你有啥要补充的吗？有了媳妇就忘了娘，她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反正如今我也管不了她了。母亲发觉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劳任怨，只会唯命是从的老实人，只能把这一切怪罪到小静头上，确信是儿媳妇在被窝里撺掇的。
主持完分家，李德全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朝着自己家走了回去。我也拉着小静回了房间，只剩下父亲和母亲留在原地，大眼瞪小眼。当家的老大这是咋回事？咋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哼，懂事了，知道为自己考虑了。当家的，这大晚上的，赵家老大找你干啥呢？分家呗，还能有啥事？仨好端端的要分家了，他们家可没多少壮劳力。估计是赵一这孩子觉得跟着爹娘要吃亏，自己2个壮劳力挣工分，还得帮着父母抚养弟弟妹妹，心里不平衡。赵一这小子从小老实巴交的，哪能想那么多？肯定是那个张静的主意。你说李大局这命呀，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，眼看着就能给家里减轻不少压力，结果刚成家就要分出来单过了，剩下的全是没啥劳动力还吃得多的半大小子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管他的。李德全不愿意继续深究这个话题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完成抢收抢种，还能去林场那边上1-2个月的公证点补贴。一哥，明天咱们真的要搬出去吗？不搬出去，难不成你还喜欢上了天津被数落的日子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别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你担心的那些事不归咱们操心。好了，赶紧休息吧，明天还有一堆的事要忙活呢。好吧。呀，你要干嘛？乖乖老婆，要俺稀罕稀罕。爹，我害臊。和爸妈分家，我和小静只要了2间破屋和1床被褥，算得上一穷二白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我和小静趁着夜色来到小河边抓鱼。耶，当家的抓到鱼了。小声一点，你怕别人不知道咱们抓到鱼了？在这个年代，没有什么是私人的，就算是河里抓的鱼，也是集体的。赶紧走吧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因为连锅碗瓢盆都没有，抓来的鱼只能放在陶罐里煮了，除了盐也没有其他调料。不过等鱼煮好后，我和小静还是忍不住流下了口水。一哥，你要干重活，你多吃点，我稍微吃点就行。说什么傻话了？咱们这鱼足够，你放开了吃，吃完明天咱们再去抓。忙完双抢任务，大队众人开始集体报名去林场打零工。虽然特别辛苦，但林场管吃，1天还有3毛钱，村里的壮劳力都抢着去。赵毅，林场这边要不要报名？我就不占这个名额了，让给有需要的人吧。败家子，好不容易有个挣钱的机会，你还得推出去。一旁的父亲有些生气，林场打工的名额是有限的，干2个月总计能挣18块，换成粮食大概能有200-300斤，这比在村里出工可划算太多了。那就把你的名额给你爹吧，反正我报了那么多人数上去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一哥，你咋不去林场上工呀？不仅有工资，而且那边吃的也不错。我有别的计划呢。别的计划是什么呀？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反正跟着我肯定能让你吃饱穿暖。林场的活又苦又累，纯粹是出卖体力，我都重生了，自然不会再走干体力的老路子。亲说了没有？这张家姑娘可不是个善茬，刚刚嫁到老赵家，就撺掇着赵家老大跟家里分了家，害怕吃一丁点的亏。那赵家老大也是个没主见的玩意，媳妇说啥是啥。就是也不想想自己父母也不容易，指望他们2个壮劳力给家里分担点压力呢。这可倒好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一哥，他们都在背后说咱们。你就当王八念经就行，这些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，只会嚼舌根。前世我帮家里吃苦卖力，也没人说几句好话，反而是我那几个白眼狼弟弟妹妹考上大学，在城里落户之后，村里人各自吹捧他们有本事，不像我就只会卖苦力，可又有谁会在意？没有我卖苦力，他们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先回家吧，我准备进山搞点山货去。一哥，昨天抓的鱼还没吃完呢，你又要去弄啥呀？光吃鱼怎么能把你养好？我多搞点山货，然后去城里卖掉，也好置换点别的东西回来。一哥，投机倒把会被抓的。胡说什么呢？几天后，我攒了好些山药、葛根这类的山货，又抓了2条5-6斤重的鱼，天不亮就循着前世的记忆赶去了市里的黑市。一番讨价还价，鱼和山货总计卖了5块5毛钱。我又在黑市换了一些票据，还买了2斤猪油和一些日常佐料，这才赶回村子。赶山路加上卖东西，总计花了10几个小时。等回到家，天都黑了。一哥，你都没去过市里，怎么知道去哪儿卖东西的？谁说我没去过市里？你居然还去过市里？那市里是啥样的？跟我们这有什么不同吗？小静立刻就变成了好奇宝宝，她除了待在张家村之外，就是出嫁来到了弯沟村，县城都没去过，更别说市里。确实不一样，有机会带你一起去看看。
这些东西藏着点，别外露，钱你也收好。好，弟哥你可太厉害了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你这一去一回就挣了这么多钱回来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妈，我哥和嫂子他们天天晚上吃鱼，一口都不舍得给咱们，太过分了。就是啊妈，我们也想吃鱼，你能不能找大哥要2条回来吃啊？你自己咋不去要？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你们2个也不小了，除了上学一点活都不帮家里干，还想吃鱼？李大菊看着2个不争气的小儿子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还是决定找老大探探口风去。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这个拿着。母亲拿着一个鸡蛋递了过来，我顿时有些疑惑，家里的鸡蛋都是要拿去卖钱的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平时根本舍不得吃。妈，你还是自己吃吧，这些天双抢，估计你也没吃上一顿好的。给你就拿着，妈就给你煮了这一个，其他人都没有。看着母亲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妈，有什么事就直接说，鸡蛋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你这孩子，妈还能害你不成？这段时间你也累坏了，吃个鸡蛋补补身子。我实在拗不过，只好接过了鸡蛋。妈问你个事，是不是张静这丫头听不惯我唠叨，捣鼓你分的家？没有，就是想分出来单过，总在一个屋檐下。要是你俩哪天闹起来，我帮谁？这样好，不在一起就没什么可吵的。母亲见我眼神坚定，明白过来是我这个儿子娶了媳妇后懂得为自己考虑了，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为弟弟妹妹们当牛做马。那啥，你们天天吃鱼，多的时候也记着点你爹。母亲说完就迈步离开，身上的干练精明似乎散去了一些。一哥，婆婆找你啥事？除了想问是谁提出要分家之外，馋鱼了呗。估计咱们晚上做鱼吃，他们闻到了。那以后咱们弄到鱼，要不要给婆婆送一份过去？等我爹回来的时候，有多余的就送1条过去给他们尝尝。走吧，大队里要开会，不知道又有什么指示。我和小静刚刚走开，母亲就和李德全媳妇从墙角探出头来。肯定是这败家娘们在背后唆使老大的，不然老大最孝顺了。就是小易那孩子，我们从小看到大，又乖又老实，肯定是张静这丫头给教坏了。要我说，你得找小易好好聊聊这件事。咋聊？他现在啥事都维护自己媳妇，我这当娘的说话不好使了。刚结婚的年轻小伙子被炕上那点热乎劲冲昏了头很正常，等过些日子热乎劲儿下去了，你再跟他说。哦，有道理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咱们队里要办扫盲班，就是叫大家识字，每天放工后去听2个小时，自愿去，没有工分补贴。大队长，那谁教我们啊？扫盲班的老师你们都认识，就是苏红、苏知青。啥玩意？苏知青教我们？这不闹了吗？就是啊，大队长，让苏知青教大家，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啊？听到众人的话，我立刻想起这位苏知青来，这可是弯沟村的大名人，割麦子能割伤自己，产猪粪能掉进粪坑，就连上山放牛都能把自己弄丢，典型的干啥啥不行，添乱第1名。好了，苏知青虽然农活干得一般，但毕竟是城里来的大学生，知识水平还是很不错的，教咱们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盲流子绰绰有余。认字有什么用？不认识字，不也照样干活养家？认识字了，不还得干活？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啦，至少要学会写自己名字嘛。一哥，咱们要不要也去听课？我就不去了，我以前也上过学，还读完了5年级，我去扫盲班学不到什么。不过你要去学一下，不能做盲流子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和小静依旧用陶罐煮东西吃。一哥，我明天还是去我妈那边拿一口铁锅过来吧。行吧，一口铁锅可不便宜，明天你带1条鱼过去，再把剩下的2块钱点吧，还差多少？等我明天从市里回来再说。给他们拿条鱼就行了，钱就不给了吧。一码归一码，咱结婚的时候啥彩礼都没有，不能结婚后还要你爸妈倒贴呀。重生回到70年代，为了不再做家人的免费血包，我毅然带着妻子分家独立。却不料妻子第1次回娘家，竟被丈母娘误会和我过不下去了。丫头，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受欺负了？妈，一哥他对我很好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一哥让我带回来的。母亲见张静不像在撒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那就好，一会你爸就下工了，咱们先做饭。小静与母亲说笑着走进厨房，开始忙活午饭。小静回来了。爸，小静回来看咱们，给咱们带了鱼，这鱼还挺大。小静母亲笑呵呵地说着，脸上有些自豪。不错不错，姑爷上哪儿去了？
赶紧叫过来一起吃饭。姑爷进城办事去了，刚刚分家啥也没有。小静这次过来就是想将他奶留下的铁锅带过去。分家了？为啥？张福生有些懵圈，一般农村家庭很少分家，除非兄弟不和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这事等会跟你慢慢说，先吃饭。吃完饭，张静就带上洗干净的铁锅，准备回湾沟村。回去的路上小心一些。这钱你也拿回去。你们刚刚分家，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说。张静点点头，就知道自己爸妈肯定不会收自己的钱。这2块钱省下来，正好可以给赵毅做一身像样的衣服。谢谢爸，那我就回去了。福生呀，你说赵家小子是不是看不起人？这姑娘头一次回门，居然不跟着来，太不把咱们老张家当回事了。婶子，赵毅有事要忙，这刚刚成家，啥也不懂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要不说福生你脾气好，看得开呢，要是我家那口子，说不定现在都领着家里几个小子打上门去了。是，小叔脾气暴躁，遇到这样的事肯定打上门质问。我下午还得出工，哪有时间去湾沟村？张福生附和完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他能感觉到对方是有意挑拨，想让自己带着儿子去收拾女婿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巴不得别人过得一地鸡毛，不管对自己有没有好处。毅哥，你看，不错，以后不需要用瓦罐做饭了。今天吃什么？我从娘家带了些酸菜回来，今天吃酸菜鱼好不好？行，今天吃酸菜鱼。张静刚刚把鱼汤端上桌，李大菊就领着赵毅的弟弟们走了过来。妈来了，一起吃点吧。饭都没有，你让妈咋吃？妈他们肯定吃过了，就是过来找我们说话。咱们粮食都没多少，一天到晚就靠这一顿。李大菊知道赵毅不想把东西分出来，心里有些无奈，但赵毅也没说假话。分家的时候，小两口没要家里一粒粮食，只能去大队上赊一些回来。哥，我们自己回家盛饭，你就让我们尝尝呗。你们吃了我吃啥？等有多的时候，我会送一条给爸妈尝尝的。今天这点都不够我跟你嫂子吃。赵毅心中冷笑，就算倒掉也不会给这2个白眼狼吃。上一世他和张静起早贪黑在煤矿打工，给他们挣学费，等他们读完书有了工作，在单位都是双职工。赵毅上门找他们借钱给张静看病，结果他们一分不给。妈，这么晚了找我和小静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是过来看看。你们吃吧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看见赵毅这个样子，几人也知道不可能尝到鱼汤了，只能无奈离开。毅哥，一家人要和和睦睦的，有什么事要当面说出来。张静不明白赵毅为什么对自己父母一家如此冷漠，只好柔声开导。跟你说不明白，这些人就是白眼狼，对他们好，不如把粮食倒河里，他们吃了也是白吃，记不得你一点好。和爸妈分家，我和小静只要了2间破屋和1床被褥，但就算是这样，白眼狼弟弟妹妹还是觉得我欠他们的。我抓的鱼理应分他们一份。妈，肯定是大嫂把大哥教坏了，大哥以前对我们可好了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去李德全那边举报吧，他打了鱼不上交，这算是侵占公家财产。赵勇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那是你大哥，不是你仇人。他算什么大哥？我们找他要1口鱼食都不给，根本没把我们当家人。闭嘴！我算知道你大哥为什么仇视家里人了。对于2个弟弟的怨恨我并不在意，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们当牛做马了。毅哥，咱们就这么把妈他们撵走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没什么不好的，你就听我的就行。要想日子过得舒心，就离他们远点。小静虽然依旧觉得我做的有些不妥，但看到我态度坚定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吃了晚饭，我带着从黑市买来的散酒前往大队长李德全家，而此时李德全正和媳妇在院子里纳凉闲聊。您说这苏知清是咋回事？啥活都干不了，咱收了人家那么多东西，不行就把他弄到小学去当代课老师吧。这事还用你说？我已经问过他本人了，但是他担心自己教不好，就教扫盲班吧。好吧，小易来了，遇到啥困难了？快坐快坐。没啥困难，就是过来感谢一下大队长帮忙主持分家这事，家里也没什么钱，拿不出什么好东西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将酒递给李德全。哎呦，嘎子牌狗头马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你这孩子也是，过来坐坐就行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吃饭了没？没吃的话，让你婶子去给你弄点。不用了，大队长，我吃过了，不用麻烦婶子了。你这孩子跟婶子还客气啥？和李德全2口子聊了一会儿，我就告辞离开了。当家的，赵毅这小子是啥意思？送了东西也不提找咱们办什么事。再看看吧，说不定过几天他就会提了，到时候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把东西退回去。李德全虽然贪小便宜，但他是收了东西真给办事。湾沟村牛棚里的那些人，就因为有苏红的打点，从没被刁难过。
这年头大队长是妥妥的实权派，碰上活阎王型的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只要住进了牛棚，也要生死难料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到牛棚挑粪，刚好碰到苏红手里拿了不少东西，狗狗碎碎的。我老早就怀疑这丫头的笨是装出来的，来弯沟村插队有别的目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苏红来到牛棚就开始给牛棚里的人分东西。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，大白天就跑过来，下次可不许这样了，不然我可不认你了。知道了，下次我肯定注意。这个给你，别跟别人说我来牛棚的事。苏红说着就递过来2颗奶糖，我接过奶糖，点了点头，谢了。这些人看着是在弯沟村吃苦受累，可几年后都会平安离开弯沟村，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。我可不想平白无故给自己招惹敌人。夜里我去河边收鱼，没想到苏红早就站在河边等我了。赵一同志是吧？你好，苏知青。我想跟你买鱼，按市场价买，你看怎么样？苏红看起来像是一个傻白甜，但是她敢一个人来到弯沟村这种穷山沟，暗地里照顾蹲牛棚的这些人，肯定也是大有来头，不是我能招惹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你看着给一点就行。在哪儿买都得给钱，他们太缺营养了，以后每天我都过来买一条，这事就拜托你了。苏红说着就递过来3块钱。这都够买10几斤的了，一条鱼平常也就2、3斤重，5毛钱就行。剩下的当定金。在70年代，普通工人辛苦一天的工资是3毛钱，而我抓一条鱼卖给城里来的女知青就能挣5毛钱，1个月下来足足能挣15块。苏知青家里这么有钱的吗？小静震惊了，一天5毛钱，1个月下来就得15块，什么家庭啊？这事不归咱们管，咱们也别往外面说就行。现在不允许做生意，这样的事自然不能往外说。至于苏知青家里有没有钱，也不关我们的事。小静，咱们这房顶要翻修一下了，不然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。明天队里没什么活，我去山里转转，弄点野味回来。你去请妈他们过来帮忙。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去山里砍了些竹子带回来，准备用竹子当瓦片修房顶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老丈人和舅哥张觉已经到家了。为父砍这么多竹子干啥用？一哥说搬竹劈开2半就可以当瓦片，然后上面再铺上一层稻草，然后反正就是能很好的挡雨。小静虽然说不明白具体怎么做，但还是一脸自豪。我跟老丈人和舅哥简单解释一下，2人就明白过来该怎么做了。随后我又独自赶回山里打野味。等我带着满背篓野味回来的时候，老丈人和舅哥已经干完1大半了，还有些没上工的村里人正围在外面闲聊。这法子不错，回头我家屋子也这么修一下。是啊，加了这些竹子，估计起码能4、5年不用修了。简单吃了点午饭，又忙活到天黑。看热闹的村里人都已经回家去了，因为怕太晚了山路不好走，老丈人和舅哥就不留下吃晚饭了。爸，你和舅哥把这些带回去。我将背篓递给老丈人。哇，2只野兔，1只野鸡，小易，你这打猎的本事可以啊。现在山里的野味多，好下套。不过你们可注意点，别让别人看到了。放心吧，不过我们要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就带只兔子吧，其他的你们留着自己吃。听了老丈人的话，我心中有些感慨。上一世小静生病住院的时候，老丈人一家恨不得砸锅卖铁的帮忙凑，可惜生活在农村，家里就靠种地维持生计，再怎么凑也是杯水车薪。但这份心意我一直牢牢记着。没事的吧？我隔3差5就能去抓一些回来，家里不缺。对了，小静，再拿2条鱼，还有上次我去市里买的糕点，也给爸拿上。好的，一哥。哎呀，女婿，这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呢。是啊，梅夫，这已经够多了，你和小静也要吃喝的。爸哥，你们就放心拿去吃，一哥他可厉害了，从来没断过我的吃喝。小静说着就将鱼和糕点放进背篓。爸，你们带过去吃就行，如今家里什么都没有，这点东西您可不能嫌弃。哎呀，你们这小2口是真不会当家。行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不收就是我看不上你这个女婿啊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有什么事通知我们一声就行，一家人千万别见外。老丈人说完就带着舅哥往外走，我连忙送他们出村。等回来的时候，苏红正好过来拿鱼。今天听村里人说你用竹子当瓦片修房顶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我看瓦片与竹子差不多，就想弄来试试，还没验证过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从缸里捞出一条最大的鱼，递给了苏红，差不多有4、5斤。谢了。苏红笑笑就提着鱼往牛棚赶去。一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自从嫁给你，天天都能吃上肉。这才拿到的，以后还有更好的日子呢。等过了秋收，地里不忙了，我就有更多时间进山了。到时候带上舅哥他们一起，1个月少说能挣个20来块钱。到时候我给你买雪花膏，还有橡胶底鞋。一哥，你对我真好。重生回到70年代，我用竹子给茅草屋修房顶，没想到竟引来村民们的争相模仿。一大早全都冲进山里砍竹子，生怕去晚了被别人砍光了。就连女知青苏红也准备去砍些竹子修缮牛棚，为蹲牛棚的几位老人改善一下生活环境。
我和妻子小静在地里干活，都不时有人跑来问我如何用竹子修房顶。好在这段时间地里的活不多，连积分员都跑来请教我，也就没人关心我究竟干了多少活。一哥，你今天光动嘴皮子10个公分就到手了。动嘴皮子也累，嘴都说干了，也没见他们给我带份水过来解渴。没事，晚上回去我给你炖鸡汤喝。那感情好，天冷了正好补补。手机前的朋友们也是，天冷了注意保暖。傍晚放工，我和小静还没回家，就被李德全拉到了李家院子。小易，我这屋顶的封顶不会弄，你帮我看看怎么搞吧。此时李德全的房顶也用上了竹子瓦片，就剩顶上一块封顶没有弄。行，我来搞定。随后我就爬上屋顶，亲自给李德全把收尾的活干了。弄好屋顶，我和小静就要离开。今天就在家里吃，别回去麻烦了。新媳妇来咱们弯沟村，我都还没好好见过几次呢。是啊，小易，都放工了还耽误你半天时间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大队长说的哪里话，都是邻里邻居，互相帮忙应该的。再说我前几天还麻烦大队长帮忙主持分家呢。小易，你不介意就好。对了，我这边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是市里的炼钢厂要在咱们公社开采煤矿，到时候应该会需要一些矿工，你到时候可以去试试看。好的，多谢大队长了。去煤矿上班也不一定非要下井，矿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可以做，能去矿上的话，我也可以有更多发挥空间。在李德全家吃完晚饭，我和小静这才往家里走，而此时苏红已经在家门口等我了。幸好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收了鱼，这2条都给你，我们今天吃过饭了。那就谢了，我也不白占你们便宜，这个给你。苏红又掏出2颗奶糖，我示意小静接了过来。小静很喜欢这种奶糖，上次苏红给了2颗，她吃了1颗，剩下1颗一直藏在柜子里，舍不得吃。放心吃吧，回头我去市里的时候也买一些回来。不要了，一哥，这种糖太贵了，3颗就能换1斤粮食，哪能放开了吃呀？别说奶糖了，等再过些日子，巧克力糖你也能吃上。巧克力糖是什么糖啊？更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不过有的人不能吃。还有这讲究？什么人不能吃啊？单身的人不能吃啊。为什么呀？一场大雨没有任何征兆的落下，小静在屋里四处检查，发现没有一滴雨水浸透，心里美滋滋的。雨停没多久，母亲李大菊就过来了。这竹瓦这么好用吗？妈，你咋过来了？过来看看你们这竹瓦好不好用。没办法，条件所限，好不好用都得将就着用。要是请大舅他们过来也太麻烦了。我的几个舅舅是木匠，也有一套专门修缮房屋的手艺，只是我不太想麻烦他们。一家人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等以后你们想弄了就去请。自从分家之后，李大菊反而有些喜欢现在的赵毅了。可能是以前的赵毅只知道闷头干活，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没出息吧。你们2个壮劳力，又没孩子，老人也不需要你们操心，好好攒2年，到时候喊上村里人帮忙，再请你舅舅他们过来，给你们起几间新房子。到时候再说吧，现在还啥都没有呢。母亲聊了一会儿就起身离开，我和小静闲着没事，就带着锄头去挖粘土，准备拖些土坯，回头好砌个猪圈。童生回到70年代，为了挣5毛钱，我靠双腿跑了几10公里，为女知青苏红去市里采购物品。赵毅同志，辛苦你了，东西都买到了吗？都在这里了，一共花了6块5，还剩3块5。我留下事先说好的5毛钱做跑腿费，将剩下的3块钱还给了苏红。谢了，以后有需要我再来找你。苏红离开后，小静有些感慨：苏知青真有钱啊，他都让你帮忙买了些啥啊？棉花、布匹，还有一些药品，估计也是给牛棚大爷们准备的。不说他了，咱们也得准备过冬的衣服了。明天去问我妈要点布票。棉衣棉鞋在农村基本上都是全手工制作，大队也会每年给社员发布票，家里穷买不起的就会把布票卖掉，只有准备做衣服的会留着。母亲李大菊的布票都是攒着的。对了，明天你去郭校舍买布买棉花，记得也买点糖回来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做啥好吃的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再次进山，将之前打猎时发现的野葡萄摘了满满1背篓。等回到家，小静已经从供销社回来了。一哥，你咋摘了这么多野葡萄回来？炖回来酿酒，一斤估计能卖2毛钱。野葡萄酒很好喝，可会花钱购买的人很少，所以我准备只酿1点，其余的晒干送去供销社那边，问问收不收。一哥你可真厉害，还会酿葡萄酒呢。我会的多着呢。酿葡萄酒的步骤并不复杂，将野葡萄洗干净后装进罐子里捣碎，再加上凉白开和白糖，然后将罐子密封保存，放置阴凉处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弄完葡萄酒，我又进山摘了满满1背篓野葡萄，用来烘葡萄干。1个多星期后，葡萄干就烘好了。小静，尝尝怎么样？小静吃了1颗后不住点头，挺好吃的，就是有些费功夫。如今这个缺少娱乐、缺少零食的大环境下，这种酸酸甜甜的葡萄干已经是顶好的小零嘴了。赵同志、小静同志，你们这是吃啥呢？葡萄干，一哥用山里的野葡萄自己做的，酸酸甜甜的，可好吃了。赵同志还有这手艺呢，能给我也尝尝不？当然可以。我抓起一把葡萄干递给苏红，苏红尝了一口，也是不住点头。好吃，没想到赵同志手艺这么好。
见苏红喜欢，小静连忙用小陶罐装了满满一罐，差不多有5、6斤，递给了苏红。多少钱？这些东西哪能要钱？又没费什么功夫。苏知青要是吃完了还想吃，尽管来拿就是了。买鱼加上付费跑腿，苏红1个月能让我挣10几块，这点礼物压根算不得什么。苏红笑着点点头，又预付了10天的鱼钱，就带着鱼和葡萄干赶去牛棚了。送走苏红，我就背上装了葡萄干的背篓，准备到城里的供销社问问收不收。同志你好，请问你们这里收这种葡萄干吗？这东西好吃吗？葡萄干现在并不常见，很多地方甚至都没听说过。售货员没说收不收，反而有些好奇，看样子也是头一次见到。同志你可以尝尝，尝尝又不要钱。售货员点点头，接过我递来的葡萄干，扔进嘴里一顿嚼。好吃，不过这东西我们没收过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价格。收贵了，我们供销社承担不起损失；收便宜了，又怕同志你吃亏。这就是一种普通的水果，我自己用土方法做的，就按市场上普通水果的价格收就行。那就按苹果的价格收，你看怎么样？苹果现在1斤差不多2、3毛钱，并不算贵，但也不错了。毕竟这东西除了费点时间，并没有其他成本。要是村里人知道这玩意能卖钱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蜂拥到山里去摘。行，那就按苹果的价收。好嘞，我给你称重。12斤葡萄干一共卖了2块4，这次带来的有点少，要是装满背篓，一趟估计就能卖30块钱。对了，同志，我还有一种这种水果酿的酒，跟你们供销社卖的小香槟差不多的味道，也是甜甜的，不知道你们这边能不能收？这个现在还不敢给你一个确定的答复，等你送来我尝过后才能给你答案。哦。重生1970年，我向市里贩卖山货赚到了第1桶金，而之前大队长李德全说的煤矿招工也开始了。小易，煤矿招工，咱们小队有3个名额，1个月26块钱工资，你要不要报名？大队长，我就不去了，家里还有3个弟弟妹妹，可以的话就把名额让给我爹吧。工作方面我已经有了别的计划，弄山货去市里卖比去煤矿干活香多了，况且如今的开采条件也不是那么成熟。行，那你不去我也不勉强，你小子有自己的头脑。一哥，这么高的工资，你咋不愿意去啊？工资高，风险也很大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啥风险啊？塌方，还有可能会发生爆炸。上一世我去煤矿打工，就遇到了塌方事件，虽然最后有惊无险，可也被埋了整3天。赵同志看不上煤矿工作，是不是想去城里当工人？去城里当工人谁不想？可这不是我想就行的。如今轮转非那么困难，城里那么多知识青年都没工作，怎么可能轮到我头上？世事无绝对，说不定真有这样的机会呢。苏红笑笑，说完也不理会我和小静的奇怪表情，提着今天的鱼就朝着牛棚赶了过去。一哥，苏知青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能去城里当工人？可能是吧。有我和大队长的交情，再加上母亲李大菊的打点，父亲如愿以偿获得了去煤矿工作的名额。小易呀，你爸现在当上了工人，以后每个月有26块钱的工资，我算着刨除你弟弟妹妹上学的花销，家里还能剩下11块，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们拿3块钱，补贴你们小2口的生活。不用了吗？我们如今养了猪仔和鸡，一年也能挣几10块钱，够我们2个用的。你这孩子，妈怎么说你怎么做就行。妈虽然不能保证1碗水端平，但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家里能挣钱了，怎么可能不给你一份？你跟爸多留一点养老钱就行。我有些想不通，为什么爸妈的变化如此之大。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，该我给他们养老的，我不会含糊，只要不找我要钱养白眼狼就行。小姨那边怎么说？他说不用，让咱们多留一点养老钱。那就先攒着，等他以后要花钱的时候慢慢给他。爹，干啥去热脸贴人家冷屁股？他不要正好，家里又不欠他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是你大哥，不是人家。我算是看出来他为什么铁了心不跟家里来往了。又到了给供销社送货的日子，我再次背了满满1背篓的东西来到市里。赵同志来了，上次跟你说的杂粮怎么样了？供销社的邓敏和我已经比较熟络，毕竟我也来买卖过好些次了。带了一些，你先尝尝咋样？新的话以后我就长期供应。这次除了葡萄干、杂粮面、青鱼，还专门给你带了点炸泥鳅。鱼和葡萄干一共卖了6块钱，杂粮面和炸泥鳅邓敏要给钱，但被我婉拒了。哎呀，赵同志，那多不合适啊！这样吧，我也不能让你吃亏，我这有些碎布头，你带回去，做成鞋送过来，1双我给你5毛钱的手工费。我听了心中大喜，其实这种活都是他们供销社内部工人做的，正常来说根本轮不到外面的人。至于碎布头，这事你不用担心，制衣厂那边每个月都会给我送来，量不大，估计每个月能有个40来双。1双5毛，1个月40双，那就是20块钱。这年月的农村女人基本上都会做衣服鞋子，这在农村算是有手就能干的活。太感谢邓主任了，这个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自酿葡萄酒，你也尝尝怎么样？我赶忙掏出2瓶自酿葡萄酒递了过去。当晚放工，我和小静刚回来，就看见父亲提着半斤猪肉站在门口。爸，你不是去煤矿上工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今天休息，我买了点肉回来，给你们分点。
爸，上个月小静妈妈才送来野猪肉给我们，你拿回去给妈他们吃吧。家里还有，我一共买了2斤。听说小静怀孕了，给小静补补身体。父亲说完，就将猪肉塞了过来。爸，进屋一起吃顿饭吧。不了，那边已经做好了。父亲说完，转头就朝家里走了回去。我有些想不通，上一世父母对我和小静不闻不问，这一世好像又特别关心。一哥，这肉怎么办？吃了再说，咱们现在有自己养的猪仔，还有从大队里回来的任务猪，以后不缺肉吃，有机会了再还他们就是了。回到家，我和小静刚做好饭，母亲李大菊又端着饭碗跑来了，饭碗上面还带着好几片肉。妈来了，一起吃点。不用不用，我这有呢。小易，我跟你说个好事，你弟弟妹妹以后上学不用花钱了，只需要花每个月1点伙食费就行。不用交学习费了吗？去钢厂学校了，你爸现在属于钢厂工人，虽然不算正式工，但领导说了，只要在岗位1天，正式工有的待遇他们都有，子女读书看病同样免费。那挺好的。我跟你说呀，他们读书不花钱，妈就能给你攒钱把这房翻修一下，到时候请你大舅他们过来帮忙，花不了几个钱。妈，你还是攒着给他们娶媳妇吧。结婚能花几个钱？就你爹那身板，再干20年都还能干得动。妈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办好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你这孩子咋这么犟？行吧，1年后你要是住不上新房，我就让你舅舅他们过来帮忙，到时候你可不能给我找借口。母亲说完，就端着碗出去串门了。好不容易吃上一顿肉，要是不把整个村子都逛上一遍，那这肉就算白吃了。一哥，感觉你好像不喜欢公公婆婆还有小叔他们。谈不上喜欢不喜欢，只是不想以后天天吵架，说我俩占了家里多大的便宜，咱们有能力自己过好，干啥还要他们帮忙？也是。中秋节即将来临，我从供销社又接了个大单。赵同志，上次那个炸泥鳅很好，马上中秋节了，你给多弄些送来，最少要60斤，我给你按4毛钱1斤算。鲜鱼要至少6条3斤以上的，反正只要是吃的，都尽量多弄些过来，越多越好。问题不大，一会儿我多买些面粉和菜籽油回去做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靠近大山的村子，平时都能弄到些野鸡、野兔什么的，如果有这些东西，也可以送来。有，不过很难弄到。我们那边有个小队是猎户村，下次送泥鳅过来前，我去问问，要是有我就帮忙带过来。行，那你先去换票，别耽误久了赶夜路回家。等买好面粉、菜籽油什么的回到家，都已经天黑了。一哥，今天咋这么晚才回来？接了个大单，又从市里买了20多斤面粉和10多斤菜籽油回来。什么大单啊？要这么多面粉和油？炸泥鳅4毛钱1斤，最少要60斤。4毛钱1斤，要60斤，那一下就是24块钱啊！不止呢，供销社还要鲜鱼、野鸡和其他一些吃的，都要在中秋节前送到。咱们2个人弄不过来，明天你回娘家和爸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来帮忙一起弄。好的，一哥。在挣工分吃大锅饭的70年代，我靠倒卖山货野味轻松成为100元户。为了完成市供销社的中秋节采购大单，我来到了邻近的猎户村换野味。大爷，我是弯沟村大队的社员，我叫赵毅，想跟咱们村换点肉。带盐了吗？带了不少，还有布匹，不够的话我也可以花点钱。这年头不允许做生意，所以大多时候都是以物易物，盐和布匹这种必需品就成了流通性最好的东西。我家就有不少，今年运气不错，很多吃不完的风干了不少。对了，同志，鸡蛋和皮子你要不要？换完肉看看，如果还能带就换一些。大爷，怎么称呼你？老汉姓申，叫申大林。申大爷家果然不缺肉，我把盐和布匹全换成了野猪肉干和一些风干的野鸡，背篓装得满满当当，粗略算一下，一进一出估计最少有5块钱的利润。回到家天已经黑了，妻子小静看着我满满当当的背篓，有些吃惊。咋换了这么多东西？换了一些野鸡，以后半个月给你炖一只，这些野猪肉就送去供销社那边，人家馋肉了，咱们尽量帮帮忙，以后挣钱还得多养着人家呢。叶哥你真厉害，不过我也不差，你看这些。好家伙，一天功夫就做了这么多炸泥鳅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用10颗奶糖和3毛钱雇了3个小孩帮我抓的，还让他们帮我洗干净了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了。都学会雇人干活了，你咋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也不看跟谁学的，能不变聪明吗？行，这些估计得有40来斤了，看样子明天再做一波就能完成供销社的大单了。走，我给你炖鸡汤去。炖好鸡汤，我让小静先吃着，自己则去了父母的院子，不理会几个白眼狼弟弟妹妹，我径直走向母亲。妈，我爸呢？咋了，老大？你爸回去上班了？
小静爸妈那边送来的野鸡，我弄了一锅鸡汤，我们也吃不完，您帮忙分担一点。最近父母对我和小鸡还行，有好吃的，我觉得也偶尔喊上几次。哥，我们也想吃啊！喝点汤也行。我扭头瞪了几个白眼狼一眼，不够。那什么，你们都吃过饭了，喝什么喝？好好学习去。分家这么久，头一次主动邀请母亲过去吃饭，母亲眼都亮了。老大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有本事了？分家之后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不是吃鱼就是吃肉的。没啥，多亏了小静爸妈帮扶，我和小静也还算勤快，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吧。一顿饭下来，母亲吃得开心不已，不仅吃到了小鸡炖蘑菇，还吃到了炸泥鳅、野猪肉，当然也没提一句要带些回去给弟弟妹妹。第二天上完工，我和小静又抓了许多泥鳅和鱼虾制作油炸，正好赶上女知青苏红曼拿鱼。好香啊！你们在做啥呢？苏同志来的巧了，尝尝新品种油炸小河虾。小静抓了一把递给苏红，苏红扔进嘴里，嘎嘣嘎嘣吃了。好吃。你们夫妻俩，我说真的，要是我是哪个城里的领导，肯定要请你们去当大厨。那就多谢苏领导的厚爱。这些你拿回去吃，我们弄了不少，自己也吃不完。多了，你们也得留着吃呢。姨还跟我们客气呢，快拿着吧。是啊，苏同志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们弄得多，吃不完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接过鱼和油炸虾，苏红和小金又说了几句悄悄话，就笑呵呵的走了。姨哥，这些应该够供销社的单子了吧？够了，今天呢加上昨天呢，光炸泥鳅总计就有80多斤了，更何况还有炸河虾和30斤野猪肉，足够这次的单子了。从市供销社回来，我正在山路上走着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：“赵一哥，赵一哥！”听声音好像是同村的赵老五，不过小时候听老人说，走山路时如果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千万不能回头，还是赶紧走吧。赵一哥，你别跑呀！一道人影跑到我前面停下，果然是赵老五。赵一哥，你没听见我喊你吗？听见了，但走山路听见有人喊自己名字，千万不能回头。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好吗？我把这茬忘了，早知道就喊你小一哥了。喊我啥事？这马上都天黑了，你还不回家吗？小一哥，我弄到了一头野猪，我自己一个人弄不回去，你帮我忙，我分你一些。你小子单独弄死的？算是，我借了队长的枪，进山打野味，答应晚上分他一半。这样，要不我回去带刀上来，在山里砍小的再背回去。不用，就200来斤的样子，咱俩可以轻松扛回去。主要天快黑了，我怕黑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赵老五是怕天黑没个伴，又不想太早出山，怕被村里人看见将野猪分走。走，看看你的野猪血。跟着赵老五来到一棵大树后，果然看见一头大野猪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不错呀你。嘿嘿，是我运气好。扛上赵老五的大野猪，我们沿着山路往村里走去。200来斤对于像我和赵老五这样的壮劳力来说根本不算事。你小子怕黑还进山打猎？要是弄到野鸡兔子，我藏一下就回家了。谁知道运气这么好，打到了这么大的家伙。野鸡兔子你用枪打，队长不得跟你拼命？反正分他一半，他有啥不开心的？赵老五会打枪一点都不奇怪，这年头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去过民兵队训练，几乎都会打枪，很多女同志也会，我自己也会，只是没敢去找民兵队长借枪。小一哥，多谢你今天帮忙，这个猪后腿给你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应该的，不要客气。告别赵老五，我背着背篓回到自己家。一哥，这是在哪儿弄的？帮赵老五的忙，他分我的，咱们中秋吃的肉有着落啊。说着，我又掏出今天去供销社卖山货挣的钱递给小静，足足有90多块。这么多？正常，这次送的都是值钱货。对了，马上中秋节了，喊爸妈过来一起吃饭吧。一哥，中秋节煤矿也要放假。上次公公送了半斤猪肉来，一顿饭也没吃，到时候把公公婆婆也喊来一起吃吧。虽然上一世父母的态度让我寒心，但毕竟是上一世的事了。而这一世，既然父母对我和小静的态度变了，我也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了。行，那就一起吧。时间一晃就到了8月14，我一大早就背着满满的背篓赶去市里供销社，将新收的野猪肉和鱼交给供销社。回到家，小静正坐在堂屋里看小人书，面前还放着几块糕点。一哥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对了，爸妈那边你请了没有？说了，爸妈说明天一大早就过来。还有公公婆婆那边我也通知了，公公还给了我几块糕点，是他们煤矿上发的福利。老大，来把这肉拿去做了，今晚好好喝点。一大早，父亲就提着半斤肉走了进来。爸，那些肉你拿回去，我这里有，酒也管够。我掏出赵老五分我的猪后腿，父亲见我没说大话，就又提着肉走了出去。
小小，这些肉你拿去厨房做了，你们兄妹3人就在家里吃饭就行了。我和你妈去你大哥家吃，你们最好别跟着来，你大哥好像有点膈应你们。中秋节到来，我做了满满一大桌子饭菜，邀请了父母还有小静爸妈一起吃饭。你小子有水平，我们煤矿的厨师做饭都没你做的好吃，弄个红烧肉不咸不淡的。国营饭店的厨师都没我儿子做的好吃。上次他二姑领我去公社那边吃了一顿面条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母亲脸上满是得意，我心里想着8分钱1碗的阳春面，你还想吃出个佛跳墙的味道不成？一顿饭下来尽是夸赞之声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晚上公社那边放电影，你要带着小静去看看不？要去，家里这边就麻烦妈你帮忙招待一下了。小静知道要放电影很想去，我自然不会扫兴。行，你们就放心去吧，亲家这边我和你爸好好招待。吃完饭，我和小静带着点零嘴就朝公社赶去，没想到妹妹赵小小立刻就跑过来。妈，你们吃什么好吃的？在门外就闻到香味了。你咋过来了？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？家里有肉吃还跑过来？妈，我就吃一点，反正大哥和嫂子出去了。能吃啥好东西？你大哥大嫂都是在村里上工，又没个工作，都是你嫂子娘家送来的东西。现在人家在家呢，我让你进去吃了，人家心里咋想？妈，就给我吃一点呗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晚上我看看有没有剩下的，到时候给你带一点。赵小小听见这话，知道自己大嫂的娘家人还没走，只能不舍得离开了。堂屋里，父亲赵大海和老丈人张富生还在喝酒闲聊。大海，还是你运气好，当上了煤矿工人，像我们那边选的机会都没有。当工人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虽然工资高，可里面也是很危险的。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能读完高中，我才不想去干什么矿工。读高中好啊，读了高中以后就能在城里找工作扎根落脚了。虽说越穷越光荣，可谁愿意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？公社操场上已经坐满了人，我和小静也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等待放映。我跟你说，上次我来公社看电影就错过了，那电影里子弹打得跟不要钱一样，那么些弹壳掉地上就是没人去捡。这次等电影放完，咱们就捡回去卖废品，能卖不少钱呢。好的好的，那咱们可得捡仔细了。听着前面人的对话，我和小静忍不住偷笑。一哥，要是有那么多子弹壳，放映员不得笑死。做梦都要笑醒了。如今农村人都没什么见识，看到稀奇的东西只能模糊去猜，看到电影里满地的弹壳，就以为地上真的会有。3部电影一直放到了深夜，小静看得津津有味，舍不得离开，我也只好一直陪着，直到电影放完，我们才慢慢往家里走。一哥，你说什么时候我们村才能有电？这个不好说，不过想用电我倒是有办法，一颗灯泡的电还是能弄到的。一哥，你还会弄电呢？会是会，可也得有材料，那些东西可不容易买到。如今物资匮乏，很多东西就算是坏的，一般人也见不到。一哥，你怎么会这些东西的？书上看的呗。如今的书可是特别厉害的，后来网上盛传的穿越者必备神书、民兵手册、赤脚医生手册，都是这时期的产物。一哥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，能嫁给你真是我的福气。瞎说什么呢？是我亏欠你太多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你才瞎说，你怎么亏欠我了？不过如果你觉得这辈子不够，那下辈子我还跟你。好，下辈子还跟我。